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基本盘终于扛不住了。91架无人机，居民却什么都没听见。普京官邸遇袭真相存疑。新年夜多点打击，俄能源设施遭重创。俄圣彼得堡断电与黑海港口遇袭。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年末，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不是普通的经济抗议，把时间线、经济数据和抗议人群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正在动摇统治基础的系统性危机。抗议发起者还是曾支持哈梅内伊的基本盘民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抗议呢？一切先从经济失控说起。进入12月，伊朗的通胀已经彻底刹不住车。最新数据显示，伊朗通胀率接近 50%， 食品价格一年暴涨 70%， 药品价格上涨 50% 以上。但真正击穿社会心理防线的，并不是通胀本身，而是货币的崩塌。伊朗里亚尔对美元已经跌到145万比1，而且是在短短几天内暴跌 7%。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普通人哪怕什么都不做，口袋里的钱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如果把时间线拉开看，这种崩塌会更加直观。2010年，1美元还能兑换1万里亚尔，2015年变成 3.2 万，2020年30万，2023年50万，2024年82万，到2025年直接冲到145万。15年时间，货币贬值 14500%， 而仅最近5年就跌了将近5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完全追不上物价，存款形同虚设，很多伊朗家庭已经不是生活质量下降，而是真的开始活不下去。除了经济陷入巨大危机外，伊朗全国还出现了水危机和大面积的断电。水危机是2025年大旱造成，德黑兰此前曾有过迁都的打算，但算了算账，迁都的成本国家难以承受，于是选择了放弃。沙漠地区缺水可以理解，但作为世界第4的能源大国，伊朗有的是石油与天然气，竟也断电，也足见该国烂成什么样子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多地自2025年12月29日起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德黑兰、马什哈德、克尔麦沙阿、哈梅丹、卡拉杰、凯什姆岛，几乎全国同时出现示威，现在已经延烧到30多个城市。而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并不只是规模，而是站出来的人是谁。不是学生，也不是边缘群体，而是小商贩、个体户、市场摊主，也就是伊朗社会中长期支持哈梅内伊政府的核心基本盘。因此，这轮抗议在伊朗国内被称为商贩革命。这个信号非常危险，因为它意味着现有统治体系赖以维持稳定的社会基础正在出现裂痕。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连基本盘都扛不住了？答案其实很现实，他们开始追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钱都去哪了？就在经济全面失控、民生不断恶化的同时，伊朗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投入却并没有明显收缩。革命卫队仍在投入巨额资金，修建地下导弹基地，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与俄罗斯合作的核电项目投入超过数百亿美元。更让民众无法接受的是，伊朗在中东代理人体系上的长期投资正在接连失败。对叙利亚投入10多年，如今影响力明显下滑。在黎巴嫩、加沙、伊拉克方向，局势全面承压，数百亿美元的地缘政治投入几乎打了水漂。而国内呢？断电、缺水、失业、买不起药，这种强烈反差直接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但问题并不只是钱花错了地方，而在于伊朗内部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革命卫队不仅是军事力量，还深度介入经济，控制着大量企业、工程项目和资源分配。这种结构带来的结果非常清楚，市场缺乏透明度，外资不敢进入，私营经济空间被严重压缩，经济改革几乎无从谈起。而要真正走出困境，伊朗需要的恰恰是开放、引资、技术和效率，这2条路线本身就是冲突的。伊朗国家央行行长法尔律30日已被迫辞职，
由前经济部部长赫马提暂任央行行长一职，但换汤不换药的操作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随着抗议持续扩散，伊朗神权政府的应对方式也在明显升级。当局正在试图通过大规模强硬镇压来制造恐惧，压住街头情绪。但更引发争议的是近期在部分城市出现的一些画面和指控。在哈马丹等地，社交媒体上流传出多段视频，可以看到一些身穿便装但行动高度统一、配合默契的人员正在砸毁商店橱窗、破坏餐厅设施。多名当地目击者称，这些人疑似来自安全部队或特警单位，只是刻意脱下制服。很多伊朗民众认为，这样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把抗议抹黑成暴乱，为更强硬的镇压制造理由。这也让人联想到中共在6·4时的暴力行为。这种叙事策略其实并不陌生，先制造混乱，再把责任推给抗议者，最后以恢复秩序为由全面出手。但这一次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伊朗社会已经进入了全民拍摄的时代星号，几乎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手机，越来越多的画面被实时上传，交叉对比，反复传播。谁在夜里巡逻保护街区，谁在砸毁商铺制造混乱。也正因如此，伊朗官方的传统说法正在失去说服力。12月30日，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又出现了一段来自伊朗的画面。发布视频的人是尼奥·伯格，他在贴文中写道：今晚伊朗哈马丹城陷入了混乱，人们遭到了枪弹扫射。从视频里可以看到，夜色下的街道并不安静，远处传来枪声，气氛明显失控。人群在快速移动，有人躲避，有人奔跑，没有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是由一个署名为波斯之女 Daughters of Persia 的账号发布的。画面里，一个年轻人独自坐在马路正中央，而在他的对面是一整排伊朗摩托车警卫，头盔、盾牌、发动机的轰鸣声全都在告诉你，镇压随时可能开始。根据多家人权组织以及伊朗本地媒体的消息，2026年1月1日凌晨，伊朗多地在抗议过程中已经出现人员死亡。根据伊朗法斯通讯社的说法，在西部恰哈马哈勒巴赫蒂亚里省 Shaharmahal and Bakhtiari 城市罗德干 Lodigan 有2人死亡，在格林的罗瑞斯坦省 Lostan 有3人死于阿兹纳市 Asna。也就是说，死亡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出现在不同地区。与此同时，美联社注意到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细节，伊朗官方特别高调强调了一名21岁的民兵志愿者的死亡。伊朗官方的说法是，这名革命卫队相关人员在维护公共秩序的抗议活动中被暴徒杀害。官方同时表示，还有13名民兵成员和警察受伤。这种表述方式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一个信号，政府可能正在为更强硬的镇压铺垫舆论基础。随着国内抗议持续扩大，外部力量也开始介入舆论场。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公开表态支持抗议，呼吁警察和安全部队站在民众一边。以色列方面也明确发声，鼓励伊朗民众抗议。而此时，伊朗民众的诉求早已不只是缓解通胀这么简单，他们提出的是更深层的方向性要求，反对长期穷兵黩武，反对代理人战争，要求经济优先，要求回归世俗治理。所以，今天的伊朗面对的已经不是单一问题，而是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风险的全面叠加。这场抗议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现有的治理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12月31日，俄罗斯国防部突然抛出一条重磅消息，他们公布了所谓俄总统官邸遇袭的细节。俄方的说法是，12月28日晚上7点20分左右，俄空天军探测到一场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动，目标直指普京位于俄西北部诺夫哥罗德州的总统官邸。按照俄方通报，一共有91架无人机从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起飞，分多个方向进入俄境。俄方强调，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精心策划、多层次的行动。俄国防部还配了一段视频，画面中，一名俄军士兵站在一架被击落的乌克兰巫师无人机残骸旁，
他们宣称，该无人机在飞往普京官邸的途中被击落，还携带了6公斤的高爆炸药。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架躺在雪地中的无人机碎片，并不知道它躺在何处，之前又有哪些飞行轨迹。消息一出，俄方迅速把话说重了。12月2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总统官邸遭到袭击，俄方对俄乌谈判的立场将有所调整。但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和欧洲方面就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应。乌克兰方面直接否认，称俄方是在散布虚假信息。泽伦斯基更是直言，这套说法纯属捏造。正因为如此，围绕这起所谓无人机袭击的疑问，并没有随着俄方的通报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多。在官方版本之外，来自现场的声音开始一点点拼出另一幅图景。独立媒体 Majum Obiasnet 随后展开调查，他们采访了14名当地居民。这些人给出的描述高度一致，没有预警，没有噪音，没有爆炸。当天，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无人机威胁的简讯警报，夜空中也没有听到无人机特有的嗡嗡声，更没有人听见爆炸。一名居民说得很直接，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真有那样的袭击，全镇的人都会知道。而地点本身也让疑点进一步放大。普京在瓦尔代的住所名为多尔吉耶博罗迪，位于瓦尔代镇东北部，中间隔着一整片瓦尔代湖。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其实很清楚总统是否在这里，因为只要普京抵达，天空中一定会出现大量直升机，安保动静非常明显。但在俄方所趁的袭击发生当晚，没有直升机编队，没有异常封锁，也没有任何反常迹象。这些细节让一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如果袭击真的存在，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察觉到它？路透社12月31日披露了一份乌方向欧盟各国递交的简报。乌方认为，俄方此举的真正目的是破坏泽伦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后的成果。时间点确实很敏感。12月28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见了泽伦斯基。会后，特朗普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讨论了几乎所有议题，而且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在俄方宣布总统官邸遇袭后，特朗普在12月29日一度表示，他对此很生气。不过，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听取中情局的内部汇报之后，特朗普的态度出现了变化。12月3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篇《纽约邮报》的社论，文章的矛头反而指向了俄罗斯，批评俄方正在阻挠乌克兰获得和平。而另一方面，基辅则选择在一个更稳定的场合明确自己的底线。就在新年到来之际，泽伦斯基与夫人一同发表了新年讲话。他说得很直接，乌克兰想要和平，但这种和平不能建立在放弃主权和底线之上。泽伦斯基也罕见地承认，乌克兰社会确实已经非常疲惫，但他随即强调，疲惫不等于准备投降。如果有人认为乌克兰已经被拖垮，准备妥协，那是一次严重的误判。而在欧洲一侧，这种态度也得到了现实层面的呼应。不久前，意大利正式批准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再延长1年，这已经是罗马方面第11次延长相关计划。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明确表示，意大利会持续支持基辅，直到实现目标，也就是他口中的永久和平。把这些信号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谈判并没有被否定，但支撑谈判的筹码仍在继续加码。至少在眼下，这场博弈还远没有走到终点。就在跨年夜，战场并没有降温。乌克兰选择用行动给俄罗斯送上了一份新年信号。当地时间12月31日晚，乌克兰军队继续对俄罗斯的重要军事与能源目标发起密集打击，而且节奏非常快，下手也很重。根据 Astro 的报道，乌军精锐的第412旅也被称为复仇女神部队，在南部战线发动了一轮高强度夜间攻击，地点正是最近反复被提及的胡利亚伊波列前线。夜视画面显示，在短短1个小时之内，乌军连续摧毁了2套俄军的高价值防空系统，一套是山毛榉 M3， 另一套是道尔 M2。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俄军阵地上出现多个起火点，2套系统先后被命中，随后燃起大火。
这两款防空系统，俄方过去多次强调性能先进，单套造价高达上亿美元，主要任务就是拦截无人机和导弹。但从这次实战结果来看，至少在胡利亚伊波列方向，他们并没有挡住乌军的攻击。这也让一个细节变得很有意味，就在不久前，俄军还宣称已经拿下胡利亚伊波列，但这一轮打击几乎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了这种说法，战斗远没有结束。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南部战场，乌军近期多次成功压制俄军防空体系，甚至曾在24小时内连续摧毁2套 S-300，这一次再次刷新了纪录。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也延伸到了俄罗斯本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到袭击，当地接连传出10多次剧烈爆炸声，现场起火明显。而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卡卢加州柳基诺沃市的一座大型油库同样被无人机命中，引发大火。从流出的视频可以看到，火光照亮了雪地中的夜空，整个能源设施区域被烈焰覆盖，成为俄罗斯新年夜里最醒目的画面之一。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公布详细损失情况。此前，他们一贯的说法是成功拦截多架无人机，但具体击落数量、设施受损程度仍有待进一步确认。除了俄本土，乌军在俄战区的行动也同步展开。在顿涅茨克方向，伊洛瓦伊斯克遭到无人机突袭，多个军事目标被击中。稍早之前，乌军还出动17架 FP-2 无人机，重创当地一处军事机场，摧毁了俄军的无人机发射基地，削弱了对方的远程打击能力。综合来看，这一夜乌军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清晰，无论是前线防空体系，还是纵深能源设施，战场的主动权争夺仍在持续，而且节奏正在加快。跨年夜刚过，俄罗斯多地就接连传出异常情况。除了莫斯科，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也出现了大面积断电。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说法，当地时间1月1日夜间，圣彼得堡、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基区一带突然停电，不少居民发现整片街区陷入黑暗。有消息称，这可能与乌克兰发动的新一轮打击有关，不过俄方官方频道随后予以否认。但从当地流出的视频和照片来看，大量居民楼一片漆黑，停电影响的范围显然不小。类似的情况稍早之前也出现在莫斯科，首都拉缅斯科耶地区被曝在遇袭后断电，随后影响范围扩大到多莫杰多沃，不仅停电，还一度出现断水和供暖中断。街头甚至停放着不少移动充电车，在大雪覆盖的严冬里，这样的场景本身就说明问题不轻。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的行动还延伸到了更深的方向。乌克兰特种部队在夜间突袭了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塔曼涅夫杰加斯港口，这是黑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油储存和转运港口之一。无人机成功命中港口码头，引发大规模火灾，港口的关键基础设施一度瘫痪。这个港口在俄罗斯能源出口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遭到打击的意义显然不只是一次战术层面的行动。从首都到第2大城市，再到黑海能源枢纽，新年的第一天，战火拼没有远离，反而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向后方延伸。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